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包明说。这句话里面说一说沙特、伊朗和解，让美国很是焦虑。美媒出主意如何加强美沙关系。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在中国的斡旋之下恢复了外交关系。另外还传出沙特可能从中国购买大量武器装备的消息，这让美国的这些反华分子们呢是非常的焦虑。前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多纳根，以及前国防部长办公室的高级顾问萨博，在美国防卫1号网站上发文，就美国应该如何加强与沙特的军事联系，来削弱中国对沙特的影响，发表了高论。按照他们的说法呢，美国要想达到加强与沙特阿拉伯军事合作的目的，第一是中国所出口的武器装备在性能上不如美国；第二呢，是美国有强大的地缘政治领导力，而中国没有；第三，美国可以为沙特提供大规模的人员训练，而中国与沙特之间的合作尚且没有达到这个水平。如果真的这么考虑，美国根本就达不到目的，因为多纳根和萨博说的这3点全错。在今天的军事装备出口市场上呢，中国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已经基本上与美式装备看齐。在陆军装备领域，中国已经向国际市场展示了机械化步兵旅的一站式解决方案。从军服、军靴到主战坦克和巡飞弹，客户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这种信息化机步旅的成本可能比较高，但是对沙特来说不是问题。而我们在美国任何一个军火商的出口清单里都没有这样的内容。在航空装备方面，中国可以提供低端的 K8 教练机、高端的 L15 教练机、低端的枭龙战斗机或高端的歼十 C 战斗机，以及大大小小的各种无人机。中国甚至还可以向国际市场提供预警机。至于航空精确制导弹药，中国的产品线更加丰富。美国现在可以向国际市场出口的作战飞机有 F-16、F-18 或 F-35， 以及 MQ-9 等无人机，这算是美国出口装备领域中优势最大的一个门类了。但是和中国相比，优势并不明显。在海军装备领域中国可以出口导弹艇、巡逻艇、导弹护卫舰、导弹驱逐舰、常规潜艇、两栖攻击舰等完整的海军装备系列。美国呢，他自己还需要从意大利引进新座级的护卫舰，哪里还有什么闲话可以出口给沙特阿拉伯呢？美国倒是有能力出口萨德、爱国者这样的反导系统，但是中国也拥有红旗9系列的先进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可以出口，所以中国能够提供给沙特的武器装备在丰富性上是远远超过美国。美国在很多领域压根儿就是空白，即使在那些存在着竞争的领域，双方也基本上是旗鼓相当，所以美国人认为自己的这个卖点根本就不存在。至于说美国有更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，这话听起来倒是没错，但是美国在任何地缘政治上所发挥的都是破坏性的作用。在波斯湾地区，从海湾战争时候开始，美国就挑起了一场接一场的战争，把战火从伊拉克烧到了叙利亚，至今在波斯湾以及西亚地区战争还没有彻底结束，美军也没有恢复和平的意思。这样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对沙特来说呢，不要也罢。至于说美国能够为沙特培训军事人员，那就更加不可靠了。两位作者都是美军的老牌职业军人，不可能不知道沙特武装部队的实际情况。沙特是一个石油大国和金融大国，但是在人口上却不占优势。沙特的武装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其他国家的雇佣兵来支持的，其中有很多来自巴基斯坦，也有一部分来自巴勒斯坦。沙特阿拉伯为这些人支付了相当可观的报酬，只有少部分高级军官或者是飞行员是由沙特本国人担任的。所以谁更适合为沙特培训军事人员呢？前面所说的这3个问题都是具体的技术问题。沙特在军事采购上抛弃美国转向中国，最核心的原因并不是美国所提供的军售或者是军事服务不好，而是沙特在与美国合作的时候长期得不到安全的生活环境。沙特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，即使什么都不做，仅仅是依靠石油出口，就能够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。所以沙特想要的是有一个大国提供全面的和平解决方案，
而不是没完没了的兜售军火啊。中国促成沙特与伊朗和解，恢复外交关系，才是正中沙特的下怀。所以，这些美国的高层军事智囊探讨怎么去改善沙美军事合作，可以说是从一开始就搞错了方向。好，这期话题我们就评论到这里。